家好，今天我们讲解一下机器人配合 2D 相机以及夹爪对物体进行抓取的一个教程。首先，我们新建一个视角程序，相机跟机器人之间的通信是通过网口的，基于 TCP/IP 的通信。那我们机器人是作为客户端，2D 相机是作为服务端。首先，我们定一个变量，以及相机作为服务端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这个地方相机的 IP 地址以及它的端口号，我们可以通过相机的控制器里面提供的视觉软件来进行一个配置。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while 的循环。首先，我们先通过机器人与相机建立通信。如果建立成功之后，那我们返回的是1。如果我们发现 TCP 等于1的话，那我们来读取相机的数据。2D 相机提供的数据主要是 X、Y 和 RZ。我们读取3个数据，然后
我们可以对读取回来的数据进行一下监控。然后我们开始设计一下整个抓取的过程。首先，我们定义一个起始点，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添加我们试校好的起始点，然后初始化夹爪。我们最大时间默认为3万，添加。然后我们通过软件来触发相机拍照，然后通过接口来读取相机返回的数据。接着我们设计一个抓取区域上方点。然后我们设计一个预抓取，是预抓取点。到达上方点之后，我们通过 getActualTCP/Pos， 我们来获取一下当前的一个机器人的位置状态。然后我们量出当前 TCP 点到要抓取的物体的目标点上方的距离，然后获得一个 z。然后我们组成一个点位。因为 ID 相机拍照获取的信息是 XY 以及 RZ，因此我们这个点位里面XY、RZ 用相机的数据来替换。
其他数据用当前的这个位置来进行一个补充。然后我通过 move cut 指令来移动到预抓取点。这个1是我们工具坐标系的这个编号，0是工件坐标系的编号，然后分别是速度加速度、速度缩放，我们分别设置为50。然后最后一个参数是否平滑，然后我们到达抓取点。我们测量出预抓取点到抓取点的z 方向上面的距离，然后减去这个距离，然后到达抓取点。到达抓取点之后，然后我们关闭夹爪。我们可以通过指令来添加夹爪的指令。我们这个需要在这个循环里面进行。夹取完成后，我们先要到达一个返回点。返回点我们可以就返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预抓取点。然后我们到达一个过渡点，我们可以通过界面添加。最后我们再设计一个放置点，以及夹爪松开。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整个机器人跟视觉以及夹爪配合来抓取放置一个物品的这个程序的设计。下面我们可以运行一下程序。我们可以把这个轨迹的绘制我们点击运行，然后通过相机的软件来触发一下相机拍照。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抓取的过程。好的，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